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熟知近些年来中共鼓吹势必要铲除台独势力，鼓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势头愈来愈烈。在大陆内部，中共基本上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在各社交媒体上营造一种台湾在不久势必要回归的氛围。在大陆外部，对各国的渗透也在不断的进行。但是其实我们细看的话，就会发现中共的关于各种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的说辞根本就站不住脚。那么今天我们将从不同的角度与方向来探讨这个问题。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首先，我们将从中共长年以来的数个陈腔滥调来逐一分析当中的事实与真相。首先，第一个说辞就是2758号决议。提到2758号决议，墙内的小伙伴们可能有点陌生，但大家看到这张照片或许就会很熟悉了，它就是瞧的笑。这张照片经常出现在中共国内的教科书以及各社交媒体上。它是指1971年11月15号，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联合国会议大厅仰头大笑的照片。在中共国内，时常把照片中乔冠华潇洒自信的笑容象征为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以及世界正义力量的胜利，还形容这个照片一度被评价为震碎了联合国议事大厅的玻璃。但说实在的，我一直搞不懂这有什么好笑的，这种感觉就像，哎呀，一只猪诞生啦，国家畜牧业强大啦，哎呀，某人从床上爬起来啦，整个城市的健康水平又上升啦，哎呀，某个小孩学会说话啦，国家教育体系辉煌成就又一次体现啦。好了，我们回归正题。关于2758号决议，中共外交部经常宣称，这项决议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将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个决议彻底解决了包括台湾在内全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彻底杜绝了制造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任何可能。但事实上，在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仅仅提到：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三、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驱逐出去。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文中的主旨为联合国将中国席位的代表权从蒋介石的代表转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意味着中华民国无法代表中国参与联合国。但这项决议中不仅未提及中华民国不存在，也未注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更没有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中代表中华民国。这说明被驱逐的中华民国并不会因此而消失。然而有些人又开始唱反调了，你中华民国并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因此根本不算是一个国家。哼，那按照这种逻辑，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之前也不算是国家吗？梵蒂冈也不是联合国成员，它就不是一个国家咯？联合国的会员资格难道就能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存在吗？显然，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虚假命题。中共拿联合国2758号决议说台湾是它的一个省，实际上完全站不住脚。台湾的独立性、历史背景和事实根本不是一纸决议能够抹杀的。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二个说辞就是台湾已回归中国论。举例来说，在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王毅宣称，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既是历史，也是事实。今年是台湾光复8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台湾重回中国版图。主要战胜国当年发表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要把日本窃取的台湾归还给中国。日本也宣布承认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这些都确认了中国对台湾的主权，构成了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事实真的如王毅所说的那样吗？我们来逐一解析。首先从时间线上来看，
1943年12月1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当中的中美英三国由领袖蒋中正、罗斯福、丘吉尔发表开罗宣言，宣称盟国对日作战的目的。当中提到，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4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义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们把眼睛睁大看啊，开罗宣言中已经说明了将上述土地归还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用中国2字的模糊概念。当然了，这时候有些人又会说，这宣言非正式文件，不具法律效益，少在这胡言乱语。呵呵，这点我们稍后再来说。接着依照时间线，时间来到了1945年7月26号，中美英苏4国元首在柏林西郊的古城波茨坦对日本发出最后通牒波茨坦公告，其中第8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须实施。波茨坦公告是向前连结开罗宣言与向后连结日本降书的关键历史文件。前面提及，有些人认为开罗宣言非正式文件，不具法律效益。然而，波茨坦公告规定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开罗宣言与波茨坦公告不只是战时政策文件，也是有约束力的法律文件。而且不论是美国或日本的外交部门，都将这2个文件视为条约，战后正式收入条约集。其实也有点扯，这时候倒说不具有法律效益，那是不是其中归还的领土也应该同样不具法律效益？那日本是不是也应该说台湾什么的是他们的领土？很显然这种做法就是在胡扯嘛。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回答我，回答我 ！Look in my eyes, tell me why, baby, why？ 好，我们继续。紧接着时间线来到了1945年9月2号，日本代表外务大臣重光葵、陆军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大将在东京湾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署降书，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正式投降。日本降书第1段及第6段均承诺接受波茨坦公告，而波茨坦公告又在第8条要求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最后时间线来到1945年9月9号，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在南京向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委员长投降，以及1945年10月25号，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在公会堂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受降。由此可知，日本归还其掠取土地的对象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用中国2字的模糊概念。中共不断强调的台湾已回归中国论，显然就是在偷梁换柱。他们把别人的努力和成就硬生生地据为己有，把自己没做过的事硬塞成自家的历史。实际上，这种手段中共自成立以来就屡试不爽，在科技、历史等领域，这样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而且最可笑的是，他们还觉得自己一直遥遥领先。如果你在大陆的墙内，你跟大陆的人们说，其实中华民国还存在，他们大多数人都很诧异，什么？中华民国不早就灭亡了吗？这其实是因为中共时常洗脑声称，中华民国自1949年就不复存在了。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翻开历史，我们来看看明朝与清朝，便能知道答案。首先，清朝取代明朝最主要的方式是透过战争与武力来消灭明朝及其残余势力。1644年，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领大顺军攻破北京，明朝灭亡。崇祯皇帝也自缢于眉山。而中华民国取代清朝的方式是透过清帝退位诏书。1912年2月12号，垂帘听政的隆裕太后发布退位诏书，宣告宣统帝退位。
诏书明文说明，未来国家仍和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自此，大清帝国正式终结，由中华民国取代。那么讲到这里，试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取代中华民国的呢？是像清朝那样透过一场大战摧毁明朝，强行接管天下，还是像中华民国那样通过革命和政治谈判，还附带一个退位诏书来换班？还是中华民国就像中共国内的某些人一样，突然就消失不见了？显然答案都不是。现实情况是，中华民国战败撤退到台湾，但这也不代表中华民国突然消失。何况1945年10月25号，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大将在公会堂向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受降，再次说明台湾属于中华民国，并且时至今日，台湾仍然使用民国纪年，公家机关依然是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军队依然叫中华民国国军，货币上依然是印着中华民国，身份证上依然写的是中华民国国民。如果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那么请问中共在台湾执行了哪些主权行为？是设立政府，发放台湾护照，还是派官员到台湾上班，还是每天派遣军队在路上巡逻，告诉大家这里是我们的？哦，对了，可能最强烈的主权表现就是在网络上发声明，放假消息，给大陆民众洗洗脑。在现实中派几台共机共舰到台湾防空识别区飞一飞，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强烈谴责几下而已吧。一件事情如果你想做，但却又一直不去做，那只说明你没有能力做咯。以美国来说，当美国跟中华民国有任何互动时，中共都会气得跳脚，并出来喊说，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就是中美3个联合公报，其核心要义都是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应该严格遵守。但是事实上，中美3个联合公报里，这3个外交声明都说了些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看。依照时序，首先1972年2月28号，美国与中共签了上海公报，目的在于确立双方关系的基本原则，为未来建交铺路，并缓和冷战局势。当中涉及台湾的主要部分，中共声明，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活动。然而，美国的回复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此立场不提出异议。他重申他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他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他将随着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他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由此可知对于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第一公报上海公报，美国并没有承认中共的观点，而是认识到并不提出异议。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关于美方认识到的这个词的英文是 acknowledges。 请大家先记得这个重点稍后我们会再次提到。下一个时序，在1979年1月1日，美国与中共签了建交公报，当中提到台湾地位的部分有2个，其一，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与台湾人民维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其二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认中国的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看到这里，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美国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还有什么问题呢？事实上，魔鬼就藏在细节里。只需要看看英文版本的建交公报就能得到答案。首先，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英文的原文说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recognize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sole legal government of China. 请注意，这里的承认一词用的是 recognize， 然后接着谈到美国政府承认中国立场，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其英文原文说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cknowledge the Chinese positio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细心的观众应该发现了，这里的承认的英文 acknowledge 怎么跟上海公报的认识到的英文一样呢？中共将 acknowledge 翻译为承认，但如果将承认翻回英文，就应该是 recognize。同时，这个也与上海公报的译文不同。第三个时序是1982年8月17号，美国与中共签了817公报。这个公报被中共用来指称是美国不应出售武器给台湾的依据。然而，我们来看公报的具体内容。817公报提到，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我们来分析分析这句话。一，美国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表示美国表态不会将对台军售视为一个永久性无限期的政策，这是向中共释放善意，表示军售是阶段性的，而非长期固定政策。二，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首先，当中的近几年没有明确界定，其次，性能不超过不代表不会升级，再者，数量不超过但可维持供应，并且美国仍可出售改进型旧武器，避免明显突破承诺但仍能提升台湾军力。三，准备逐步减少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且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我们看到这段话是美国为了安抚中共而做出的承诺，但表述含糊，使美国在后续政策上仍保留调整空间。实际上，美国在公报后仍持续对台军售，并在1992年进一步突破原有军售框架，并且在发布817公报的同时，8月18号，美国政府提出6项保证，作为817公报的单方面内容说明。当中提及：一、美国未同意设置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二、美国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征询意见；三、美国不会在台北与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四、美国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五、美国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六、美国不会对台施压，要求台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惯用的中美3个联合公报的伎俩，显然是演戏给自己人看的，骗一骗自己人就得了。因为任何一个公报中的内容都不是中共表意下的美国立场。看完了美国的表态，我们来看看日本是怎么说的。按照惯例，只要日本与中华民国有所互动，中共就会要求日本遵守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以及一个中国原则。这些声明当中只有中日联合声明提到台湾，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份声明的内容。在1972年9月29号的该声明中，中共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则回复，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将坚持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所采取的立场。所以简而言之，日本充分理解并尊重中共的立场，并且日本坚持根据波茨坦公告第8条所采取的立场。该公告明文开罗宣言的条件必须实施，而开罗宣言说将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所以我想日本的声明是昭然若揭，充分理解并尊重，充分理解并尊重，充分理解并尊重。我相信大家都可以了解这个意思了。好，在这里顺便说个题外话，
有些人认为日本没有对侵略中国这一事道歉，但是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提到，日方对过去日本发动的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伤害深感责任重大，深表忏悔。并且该声明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所以既然中共放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偿的要求，那某些天天喊着要日本做这做那的人，脑袋是被门夹到了吗？最后，我们来示范一条以中共国内意识形态为主轴所写的新闻，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发生。近几年来，对于日本，在以习近平为中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全方位、多角度、宽层次地提升中国民众对日本国及民众的仇恨程度，力图达到对日本国及民众仇恨程度的新目标、新境界，从而转移民众对党的仇恨，以便把压榨民众这件事绘制成精细、精慎、细腻的工笔画。所以，你可以理解了吗？回归正题，上述日本跟美国的声明，我们不难发现，两国都巧妙含糊带过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声明。如果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这么做，那可能是特立独行。但如果许多国家都这么做，是否代表他们都不认同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呢？到底还有哪些国家跟美国、日本一样采用相同的方式？不要急，不要慌，以后我们会专门做影片来给各位分析。最后，我们简单谈一下前面提到的一个名词——一个中国原则。简单说，一个中国原则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台海现状及海峡两岸关系的主张及意识形态，同时也是外交政策方针。内容声明：一、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三、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则是采用一个中国政策。简单来说，一个中国政策是各国政府基于对一个中国的理解而采取的外交政策，内容只包括一个中国原则的前两点。所以换言之，就是各国在安抚中共立场的前提下与台湾发展双边关系。然而中共却选择直接扭曲不论是与各国的联合声明或是一中原则与一中政策的意思，来达到其邪恶的目的。当然了，就像稍早提到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南的说成北的，是中共的一贯做事方法，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可以肯定的是，习也以为常嘛。最后的最后，透过上述的内容，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到，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国家不曾突然从世界上消失，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未统治台湾，而台湾也独自存在于国际社会上，这是两岸长久以来的事实跟现况。同时，透过这个影片，我也希望在墙内的人或是正被中共洗脑的人能仔细沉思今天的影片。俗话说，表象的背后才是本质的问题，不要给人当了看门狗，还自己花钱买骨头。说明白点，就是不要被人骗了，还为那个骗你的人辩护。当然，一个影片不能改变什么，大家的生活会继续，太阳也照常东升西落。但关键的是，这能改变我们对正义的渴望。所以，请你们牢记，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就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是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的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唯一存在的声音就是谎言。好，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知识与真相，请订阅我们的频道或观看我们的其他视频。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观点，请点赞并转发给你的朋友。最后，如果你想提出疑问或有想听我们观点的主题，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理性提出。那么我们下期再见。